国的爱马仕的顾客中呢，居然有80%年龄小于40岁。那就好像爱马仕给你开了一扇门，但是那道门呢不是常开的，小程序的开通是爱马仕走得非常聪明的一步棋，都是套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那今天呢，我们不聊包包，聊一点更宏观的。前不久呢，爱马仕发表了2022年度的财务报告。哇，全世界都在不景气，你却赚得盆满钵满。那不得不说呢，爱马仕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像是坐了火箭。其实呢，不光是爱马仕，像香奈儿啊、LV 啊这些一线的大牌呢，近几年在中国发展的都是很不错的。根据瑞银的统计，中国地区呢，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占了爱马仕和 LVMH 年度销售额的30%。路透社的报道呢，更是预计了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奢侈品呢，在中国蓬勃发展的20多年里，爱马仕能够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究竟是为什么呢？那欢迎呢，大家也一样倒杯咖啡，和小马一起分析分析这奢侈品，尤其是爱马仕能够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风生水起的背后的原因。那奢侈品呢，在中国的发展的历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也为奢侈品在中国市场的兴起提供了契机。那在1990年代初期，很多国际奢侈品品牌开始进入了中国市场。那其中以法国品牌为主，比如 LV、迪奥、香奈儿、爱马仕等等。但是呢，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购买奢侈品主要还是集中在海归啊，或者是公司的老板啊这些高收入的人群。一般人呢还无法承受过于高昂的价格。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奢侈品市场呢逐渐开始向中产阶级和普通消费者普及。特别是社交平台上，大家看到都是别人刻意展现的精致的一面，而拥有奢侈品呢，则成为了精致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更是加速增加了奢侈品的需求量。还有呢，就是人们的消费习惯上的一些改变，特别是经过3年的疫情以后，大家呢比起买很多快时尚品牌的包包还有衣服，那现在呢更倾向选择一个经典而且相对比较保值的大牌。那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买爱马仕。那爱马仕的现任 CEO 杜马先生在去年的一个采访中就提到过，那现在中国的爱马仕的顾客中呢，居然有80%年龄小于40岁。那所以呢，就更能够证明爱马仕销售额的大幅增长与中国年轻一代对奢侈品的需求量增长是密不可分的。1837年创立的爱马仕，那从一家小型马具店发展成为现在世界上广为人知的顶级奢侈品牌。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时代发展，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那比如说品牌成立之后，他们扩展了自己的产品线，包括家具、服装、鞋履、美妆，那还有它最知名的手袋。而营销的手段上呢，他们把 Birkin 打造成为了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包包，却严格控制了购买的门槛。那仅凭 BKC 这几款明星产品，就带动了品牌其他部门的整体的销量。那光这一点呢，就是别的品牌很难复制的。那从1975年进入香港，1996年进入大陆市场，爱马仕最初的销售点主要是一些高档百货商店和酒店。那随后呢，才逐渐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开设了自己的专卖店。那还是非常的稳扎稳打的。虽然说是爱马仕在国际上已经地位很稳固，但是想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仍旧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多，为了让大家认同品牌文化，并且接受这么特别的销售规则，肯定还是要费不少心思的。那据我自己入坑这么多年的观察，
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快准狠的抓住中国消费者的心，离不开他们的数字化、本土化和品牌合作。那在这个数字信息化的时代呢，包括爱马仕在内的各大奢侈品品牌都很注重全渠道销售。那手机、电脑以及社交媒体的出现，导致了零售环境的重大变化，那为零售商提供了重新设计产品营销战略的机会。那国内目前呢，大家能够购买爱马仕的平台，除了线下的实体店以外，还有线上的品牌官网和微信小程序。那我个人认为呢，小程序的开通是爱马仕走得非常聪明的一步棋。那你想想，以前如果要消费的话，我们得特意去跑到实体店去问，然后和 SA 打交道。而现在呢，足不出门，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包。那虽然都知道上面只有入门款，而且绝大多数呢都是看得着买不着，可是你一旦知道有这么一个渠道，就会经常想去碰碰运气。那就好像爱马仕给你开了一扇门，但是那道门呢不是敞开的，而是只给你留了一条缝。那没事儿呢，你就去瞄一眼里面有什么包。那有的时候呢，看着看着不就心痒难耐，想买了吗？但网上呢又没有办法立即去下单，最后还是冲到店里去配货，所以说都是套路。那不过呢，我看小红书也有宝宝分享在小程序上成功下单的经历。那运气好的话呢，可以零配买到金刚色的，像菜篮子啊、令弟啊、花园包这些比较有人气的入门级包款。那所以呢，如果你想买入门级包包，又比较社恐，不想去店里打交道的话，可以自行去小红书搜索一下。那中国呢，作为世界上最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呢，就是艺术的重要发源地。那为了拉近品牌和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爱马仕采取的本土化策略之一，就是和中国艺术家合作。那比如在2019年，爱马仕主题由梦而起，乘梦前行，那与严小静设计打造的夏季橱窗季梦。2022年匠心主题与巫建安的合作橱窗创新神话，2022年轻盈的心与蕾蕾合作的橱窗无限花园。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爱马仕携手中国当代艺术家合作设计橱窗，那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广，还能为爱马仕品牌注入更多的艺术元素，从而创造出更具有创意和想象力的橱窗展示。那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和美学价值与爱马仕产品的高品质相得益彰，营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购物环境。那当然了，爱马仕作为一个家族企业，还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奢侈品行业内稳居顶端。那除了小马刚刚提到过的那几点原因之外呢，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对工匠的培养和对产品质量的把关。再好的营销手段，如果产品本身质量不过硬，那么迟早是会被淘汰的。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爱马仕为什么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呢？大家又是因为什么入坑爱马仕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